狂的序幕，夜市里的金融讯号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。在进入今天充满数据与铜臭味的硬核分析之前，我想先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个荒谬却真实的场景。地点是台中雅坛夜市，这里通常是我们吃鸡排、打弹珠的地方，充满了烟火气。但最近，这里的一个套圈圈摊位成了台湾金融圈热议的话题。老板把原本放在后排的大奖，那些廉价的洋酒、巨大的绒毛娃娃换掉了，换成了什么？换成了台积电的零股和0050 ETF。你没听错，在夜市昏暗的灯光下，无数的男男女女手里拿着几百块买来的塑胶圈圈，疯狂地瞄准那只粉红色的塑胶火箭。这让我想起了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前的擦鞋童理论。当连路边帮你擦鞋的小童，当连夜市里想碰运气的阿伯都在热烈讨论股票和 ETF 时，通常意味着资金已经全面进场，市场上再也没有潜在的买盘了。今天这集影片，我将不会讲那些你在网络上随便搜都看得到的 ETF 入门教学，我不教你什么是分散风险，那是给幼稚园小朋友听的。今天我要以一个实战交易者的角度，带你把 ETF 这层糖衣剥开，让你看看里面包藏的究竟是财富自由的解药，还是主力大户精心设计的流动性陷阱。被误解的神话 ETF 的真实运作机制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打破第一个神话， ETF 只是单纯追踪指数，是被动的。这句话在教科书上是对的，但在2024年的台股市场，这是大错特错。现在的 ETF 已经反客为主，成为了定价者。请注意这4个字：被迫买进。不论现在股价是贵还是便宜，不论这家公司的本益比是否已经高到离谱，只要它是成分股，只要有资金流入 ETF， 经理人就得闭着眼睛买。这是一个完美的正向螺旋。但是，身为一个在市场打滚多年的交易者，我必须提醒你，螺旋是可以反向旋转的。当散户恐慌赎回，经理人同样被迫要卖出成分股，股价下跌，净值缩水，引发更多赎回，这就是我最担心的死亡螺旋。高股息的糖衣毒药，揭开月月配的数学陷阱。讲完结构风险，我们来讲讲台湾人最爱的配息。从年配、季配竞争到现在的月月配，每个月看到银行账户有现金入账，那种落袋未安的快感，确实比看着股价上上下下要有安全感得多。但是理专通常不会算给你听，股价100元，配息10元，除夕当天股价会直接变成90元。如果这家公司未来没有涨回100元，你拿到的那10元其实只是把你左边口袋的钱拿出来放进右边口袋而已，你的总资产根本没变。为了维持 10% 配息率，现在很多 ETF 引入了收益平准金，讲白话文就是拿你的本金配息给你自己。这就像是你去买一只母鸡，期待它生蛋，结果老板卖给你的时候，偷偷从鸡腿上切一块肉下来，跟你说，你看这只鸡产肉率很高哦，长期下来你的母鸡会越养越瘦，最后不仅蛋生不出来，连鸡都快没了。市值型 vs 高股息。我喜欢用养鸡来比喻，市值型 ETF 如0050是一只发育中的小土鸡，它现在不生蛋，因为它把饲料都拿去长肉，但养它10年，它会变成巨无霸火鸡。最大的悲剧是什么？是25岁的年轻人明明最需要资产增值，却跑去买高股息 ETF。 数据会说话，回测过去10年，0050的总报酬率远超高股息。年轻人买高股息，就像是你在种树的阶段，却急着把刚长出来的嫩叶摘下来吃掉，最后你永远得不到那片森林。巴菲特的迷思。这时候一定有人说，连巴菲特都叫人买 ETF。 这里有一个极其危险的盲点，巴菲特买的是 S&P 500，
最大持股权重也不过6到7%，这才叫分散。但回头看我们的0050，请大家看这张图，台积电一家公司占了0050将近55%到60%的权重，这不叫分散风险，这叫杠杆做多台积电。如果半导体周期反转，你的分散风险在这一刻将完全失效。火烧连环船 ETF 筹码的恐怖连结。接下来这一段是本集的精华，叫做火烧连环船。大家看这张图，有没有发现最近发行的几档高股息 ETF 成分股长得都好像？这造成了恐怖的筹码过度集中。万一其中一档成分股出事， A ETF 卖出，股价跌， B ETF 净值跌，散户赎回， B ETF 被迫卖出，这在金融圈叫做流动性枯竭。当所有人都想卖，但市场上没有人想买，股价会出现断崖式的崩跌。实战策略结语。说了这么多风险， ETF 当然还能买，但现在是高手博弈的时代。如果你想在2025年以后的市场生存，你必须学会看筹码沉淀与避险讯号。我每周都会花大量的时间整理出一份深度投资周报。在我的专栏里，我不会跟你讲心灵鸡汤，我会直接把我的操盘笔记摊开给你看，哪几档 ETF 的主力在出，或哪几档股票才是还没被抬轿的珍珠。你可以选择像夜市里的游客一样凭运气丢圈圈，也可以选择成为冷静的猎人，别让你的财富自由梦变成夜市里的一场游戏。如果你想跟着我一起看懂市场的真相，如果你想学习固定的停损策略与进场策略，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，订阅我的专栏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周见。